缅北战事又出新变数，就在几天前，缅甸军政府与德昂军、若开军和果敢同盟军结成的三家兄弟联盟进行了会晤，并在中方的斡旋下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然而，协议的墨迹还没干，敏昂莱武装就动手了。18到19日连续2天出动战机对紧邻老街的老象堂进行了轰炸，并与同盟军爆发了地面冲突。本人在之前节目也提醒过，要警惕敏昂莱武装的反复无常。那缅军方为什么会急于动手呢？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被爆出的临时停火协议做一点合理推测。由于这份协议是在云南昆明的海埂酒店签订的，因此也被称为海埂共识。被传出的草案同时有缅中英3个版本，大致内容主要包括双方重申维护缅甸国家领土完整，同意通过对话及谈判方式解决双方分歧，停火后尽快交换战俘，保护平民安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彻底取缔清除控区内电信诈骗犯罪，配合中方尽快抓捕并移交电诈集团重要头目、金主、保护伞、骨干及涉诈人员。此外，缅军方承诺，停火实施后同3家缅北民第5组织协商达成政治安排，包括解决同盟军关于重返老街的政治诉求。果敢同盟军等3兄弟组织承诺不强攻老街，停火实施后尽快恢复缅中边贸口岸及相关道路畅通。当然，传出的文件还是有格式方面的问题，但考虑到只是一份临时协议的草案，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截止目前来看，双方最主要的共识就是要彻底取缔控区的电诈集团，这也进一步说明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等为首的电诈集团已经彻底沦为弃子，老街电诈集团的覆灭进入倒计时。另外，要想盘踞在老街的电诈集团直接投降还是有点不现实，所以这几天同盟军会乘势进一步施加压力，毕竟江山不能寄望于缅军的谈判。目前同盟军与缅军方最大的分歧应该在于同盟军想要光复所有历史辖区，而缅军希望退回到2009年88事件之前的情况，保留部分据点和驻军，这也是敏昂莱武装不顾临时停火协议在老街周围动手的原因。毕竟双方会在12月底再次会谈，而在正式停火协议达成之前，都想争取更好的筹码，所以这几天老街外围的争夺会相对激烈，相信同盟军方面应该会有所应对。